想拆林家的宅子，除非从我身上碾过去。你不要命了吗？不想活了就滚开！别在这脏了梨花村的地！你算什么东西敢管我？我是苏念青，这宅子是我爷爷留下的。哪怕我苏家破产了，只要我还有一口气，谁也别想动它一砖一瓦。哎呦，我的姑奶奶，你不要命，这台机器还要命呢！一脚急刹车费多少油，你算过吗？这老宅子年久失修，早成危房了。副书记是为了村里的安全，才要推平建仓库的。你就是那个村支书傅思恒，好啊，趁火打劫是吧？我今天就站在这儿，你推一个试试。少拿城里大小姐的做派吓唬人。林长空破产前欠了村里8000块的土地租金和10年管理费，按照村规，这房子早就抵供了。你要护宅子，可以拿钱。我现在没现金，但我以后肯定会还的。你先让我住进去，等我联系上我爸的旧部。梨花村不收空头支票，更不养闲人，没钱就滚开，别耽误村里施工。副书记，这丫头细皮嫩肉的，真逼急了出人命咱可担不起。而且她毕竟是老林家的独苗，要不让她打工还债？我还！我苏念晴绝不欠你们梨花村1分钱。你说让我干什么？就你这肩不能扛手不能提的样子，能干什么？村口那条3公里的泥路去扫干净，一天算你10块钱工钱。什么时候扫完8000块，这宅子什么时候归你？嘿嘿，苏大小姐，请吧，咱村的扫帚可是纯手工的，扫起来特别有劲儿。扫就扫，傅思恒，你给我睁大眼睛看着，我苏念琪就算是扫大街，也是这条村里最亮的风景线。总有一天，我要把你们村这破推土机买下来当废铁卖。这是绝版的金丝回纹飞衣悬竹编，市面上早就失传的手艺，这破房子里怎么会有这种成色的孤品？苏大小姐，你这大清早的不去扫大街，抱着个破竹篓子跑村委会来干嘛？要是让法岗逮着了，你今天的10块钱工钱可就全扣光了。扣钱？本小姐今天不仅不扫大街了，还要他亲自给我端茶认错。一大早就发疯。傅思恒，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这是什么。有了这个，别说我欠村里的8000块，就是把你们这破村委楼买下来重新翻修都绰绰有余。一个破要饭楼子，你打算拿它卖8000？你是破产受了刺激，脑子彻底坏掉了。大小姐，这玩意儿不就是以前村里老头老太去镇上买菜用的提篮吗？我家里床底下还塞着2个呢，装地瓜都嫌漏土。你拿这破烂来抵债，还不如拿你那双断了跟的高跟鞋去镇上当2手货呢。土包子，暴殄天物，这叫金丝回纹，是早在清朝就失传的悬竹双层编织技艺。你们看这纹路，不仅不留一丝缝隙，而且竹篾的厚度被劈得不到1毫米，在阳光下甚至能透光。这种级别的手工艺品，放在巴黎的古董拍卖行，起拍价至少10万人民币起步。10万？就这么个破竹篓子？大小姐，你可别欺负我读书少，10万块都能在镇上盖2栋大洋楼了。就算它值10万，现在它也是一堆长了霉斑的破竹条。你指望拿着它去换钱，谁买？梨花村没人买，但我能把它卖给全世界。傅思恒，你不是嫌我不劳动吗？我们做笔交易，你给我免除扫大街的苦力，再给我腾一间干净的屋子做工作室。我要在梨花村重组非遗竹编合作社，把这种手艺做成高端奢侈品配饰。使不得啊，副书记，他这纯粹是空手套白狼。懂这门手艺的唐老六前年就中风天瘫了，手抖得连筷子都拿不住。算你识相，那我的单人套房……别高兴得太早，扫大街免了，柴房继续住。我给你3天时间，3天内
你要是能把这破竹篓子复原出一件哪怕只有巴掌大小的样品，并且证明有人愿意出钱买，8000块债务一笔勾销，村委大院随你挑一件做工作室。3天就3天，但你必须无条件配合我提供后勤保障。我现在需要一把拼命刀，还有后山最深处那片10年以上的悬竹。副书记，后山那片悬竹林可是连着野猪林呐，平时连猎户都不敢随便进去。她一个娇滴滴的城里丫头进去不是给野猪加餐吗？10分钟后，我在村口拖拉机旁等你。傅思豪，你到底是开拖拉机还是开坦克啊？前面那个坑你为什么不躲？梨花村的盘山路就是这脾气，你这娇贵的千金大小姐要是不适应，现在跳车还来得及。不过我提醒你，这荒山野岭的，靠2条腿走回村，天黑前肯定会遇到出来觅食的野狼。大小姐，你就少说2句吧，哎，我的老腰啊！到了，悬竹林深处那片10年生的老竹子，韧性最好，刀给你，自己去砍，要多少砍多少。你自己站着看戏，让我去砍？傅思恒，我怎么可能砍得动碗口粗的竹子？我说的后勤保障仅仅是把你拉过来，并不包括给你当免费劳动力。我劈断你这破竹子，让你硬，让你欺负我，我苏念琴绝不认输。这女人的倔劲儿，简直跟头驴一样。妈呀，野猪！是后山那头300斤的独眼野猪王下山了，大小姐快跑啊！闭眼，抱紧我！敢在我的地盘撒野！副书记威武，一棍子干翻野猪王！逞什么能？要是我刚才慢1秒，你现在已经被野猪顶穿肚子了。为了一个破竹篓，连命都不要了。命不要了也得要钱，我苏念青绝不欠你1分钱。行了，材料备齐了，回村。接下来的3天，我倒要看看你怎么把这破竹子变成10万块。不行，这种金丝回纹的技艺需要把竹篾劈成不到1毫米的厚度，普通刀具根本做不到。哎呦，大小姐，您别白费力气了。您说的那种特制刮篾刀，咱梨花村只有1个人有，就是村东头那个脾气比副书记还臭，因为中风半身不遂的瞎眼老头鬼手唐老六。那老头是个老顽固，他的刀就算是副书记亲自去借，他都不给看一眼的。我看您的10万块是彻底打水漂喽。连野猪王我都活下来了，我还搞不定一个倔老头。本小姐今天就算是坑蒙拐骗，也要把那把刮篾刀借出来。愣着干嘛？带路！大小姐，您慢点，唐老六家在东头，拐过那个巷子就是。大小姐，这就是唐老六家，你可悠着点儿，这老头脾气暴着呢。上次镇长来借东西，都被他拿扫帚赶出去了。唐老六在家吗？本小姐来借东西了。哪里来的黄毛丫头，滚出去！老头子我的东西，天王老子来了也不借。
唐老六息怒，这是城里来的苏大小姐，是副书记安排在村里。傅思恒那小子来求情也没用，刮灭刀是手艺人的命，就他那双连老茧都没长过的嫩手，拿我的刀去劈柴吗？滚！放下！你懂个屁！我懂个屁！唐老六，这盘子你想用金丝回纹的底子，但起面厚度不均，左边0.8毫米，右边却超过1毫米，因为你中锋后右手使不上按劲，单刃刀控制不好平衡，导致经纬张力错乱，一穿就断。你在恨自己手废了，绝活也跟着断了。大小姐，你还会看风水算命啊？你到底是谁？你怎么看得出0.8毫米的共差？因为我是林长空的女儿，从小见的都是顶级艺术品。唐老六，你的手废了，但刀没废，把刮灭刀借我，我做你的手。3天内，我把真正的金丝回纹摆在你面前。大言不惭，就算你懂理论，没有10年的手感，你以为那把刀是切菜用的吗？不敢赌，如果我搞砸了，我出钱送你去省城最好的医院，外加一辆全自动真皮轮椅。如果做成了，你技术入股我的非遗竹编合作社，我帮你把这绝活卖到全世界。全世界！我的乖乖，那得换多少吨化肥呀！好，我就拿这把老骨头陪你疯一把。3天做不出来，马上滚出梨花村。空手套白狼，3言2语骗走梨花村最难缠的宝贝。苏大小姐在商场上也是这么忽悠人的？这叫资源整合。副书记，正好，我手受伤了，劈不动大竹子，我要雇你当我的切面小工。大小姐，你疯了！副书记一拳能打死野猪，你让他当小工？使唤我？梨花村还没人敢开这个口。你想付多少工钱？我破产了没钱，但我给你合作社5%的干股。怎么，副书记怕买卖黄了，不敢接？激将法没用，不过我确实想看看你这爪子能编出什么花。竹子在哪儿？那走吧，苏大小姐。傅思恒，你等着瞧。哎呦喂，等等我呀！厚度不够，再刮。少废话，傅思恒，你是不是故意针对我？针对你，下午就不会在野猪嘴里救你。专心点儿，再劈断一根，今晚不准睡觉。成了，傅思恒，本小姐做出来了。是你用那些废竹子做出来的？这玩意儿是竹子编的，我还以为是金线和紫水晶镶的呢。算盘精，擦干你的口水。这种级别的纯手工高定，放在巴黎时装周，那些贵妇挤破头都抢不到。傅思恒，手机借我。这里怎么没信号？大小姐，我知道哪里会有信号。那你赶紧带我去。村委楼的楼顶上那个生锈的蓄水池旁边，有时候刮东南风能飘来一点4G 信号。不过那楼顶没楼梯，得爬外墙的生锈铁梯子。别说铁梯子，就算是到山火海我也得爬。今天这钱要是赚不到，我苏念青的名字倒过来写。光着脚，踩我的肩膀上去。傅思恒，你衣服会脏的。踩上来。少废话！梨花村的男人还没矫情到怕女人踩，不是要卖10万块吗？爬上去，让我看看你的本事。有了，有信号了。苏大小姐，你是想借钱吗？借钱？洛丽塔，怎么可能？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失传100年的东方技艺金丝回纹。看在老同学的份上，给你个友情价，15万人民币，先付钱再发货。好，我马上转账。15万，3天的功夫，这姑奶奶用一堆废竹子赚了15万。副书记，8000块的债我还清了，剩下的14万2千是我在梨花村投资非遗合作社的启动资金。苏念琴，
我怎么就低血糖晕倒了？这是傅思恒弄的。醒了就签个字，这是废弃仓库的使用权协议。怎么了？洛丽塔把照片分享给朋友，很多人喜欢，还想要预定。他刚才转了300万定金过来，要求我们在下个月底之前交出50个同样品质的悬珠包。1个月50个，整个梨花村只有唐老六一个人懂这门手艺，而且他的手废了。动脑子，傅思恒，你以为现代工业是怎么把传统手工作坊逼上绝路的？靠的是流水线和 SOP 标准作业程序。拆解？你是说让村民像工厂流水线一样，每个人只负责一道工序？没错，砍竹子、刮竹篾、水煮防虫这些纯体力活交给村里的壮劳力，抽细丝、打底座交给心细的妇女，最后最核心的金丝回纹收尾和质量质检，由我和唐老六亲自把关。汽车都能用流水线量产，我苏念青也能用流水线量产非遗奢侈品。妙啊，妙啊！这简直是空手套白狼的最高境界。大小姐，你就是咱梨花村的活菩萨。那300万定金还没到账，但启动资金有15万。算盘精，立刻去村里大喇叭广播，招募50个手脚麻利的村民，底薪1天50块，做坏了扣钱，做得好有奖金。今天下午我要在废弃仓库看到所有人就位。1天50块，这比去镇上搬砖还赚啊！想法很野，但村里人只认现钱，而且大多数人连字都不识。那是我的事儿，你这黑脸村霸只要负责帮我镇住场子就行。张嘴！全村敢把我当丫鬟使唤的，你苏念青是第一个。刘会计，你不是在拿我们寻开心吧？这城里来的焦小姐昨天还在扫大街，今天就说要带我们赚1天50块的大钱，她懂个屁的竹子！就是，还说编个破篮子能卖几万块，这牛皮吹得比后山的野猪王还大。算了算了，大家听我说，傅思恒，你的人你不管管？谁觉得是吹牛，现在就可以滚出大门。梨花村的穷根，你们就继续留着传宗接代，但愿意留下的，从今天起，他苏念情的话就是规矩，做不好，我亲自扣你们的钱；做得好，我保证你们年底家家户户都能盖上红砖房。富家小子说的对，谁敢糊弄这门手艺，老头子，我拼了这把老骨头也要打断他的腿。3组，水煮时间不够，炉子的柔韧度达不到标准，全部重做。4组大婶，底座的经纬线必须拉紧，歪了1毫米，包型就彻底毁了。不错，这批底子的精度达标了。这流水线的法子确实有点意思。怎么了？出什么事儿了？断粮了，大小姐，咱们后山那片10年生的悬竹林被隔壁野猪村的村霸熊四海带人给砍光了，没有老悬竹，咱们后面的40个包根本做不出来呀！野猪村，他们凭什么砍我们的竹子？因为这批悬竹本来就长在2村交界的争议地带，熊四海是眼红我们村搞出了大动静，想掐我们的命脉，逼我们高价买他们的竹子。高价买？本小姐词典里就没有被敲诈这2个字。傅思莹，带上家伙，我们去野猪村讲道理。哟，这不是梨花村的傅大书记吗？怎么，带着你那如花似玉的城里小相好来求哥哥我赏口饭吃了？废话少说，那片争议地的悬竹历来是2村平分，你今天连根拔起，是想绝了梨花村的后路，还是想挨我的揍？傅思恒，少拿拳头吓唬人，这地界还没划清，竹子谁砍了就是谁的。听说你们村接了个大单子，行啊，这批老悬竹1根500块，少1个子儿，你们今天就干瞪眼吧。1根500，你抢银行啊？平时去镇上买最多也就20块1根，你这是敲骨吸髓。1根500，熊四海，你真以为基本小姐的几10万大单会吊死在你这几根破竹子上？臭娘们儿，
你什么意思？整个镇子就这片山有这种10年老悬竹，你不买我的，你拿什么交货？蠢货，那是以前。本小姐昨天已经联系了隔壁省的规模化竹林基地，人家用重马过来的特级悬竹，加上运费也才10块钱一根。看清楚，森林法第39条，没办采伐许可证就敢连根拔起，这叫盗伐植木罪，涉案金额超过5000，足够你这头狗熊进去踩3年缝纫机。周会计，拍照。在这里唧唧歪歪的，今天把相机留下，不然你们3个谁也别想走出野猪村。兄弟们，给我围起来！我早就说过，跟这群酒漏鱼讲法律没用，闭上眼，往后退2步。快拦住这个疯子！还有谁想试试？这批竹子我现在要带走，你有意见吗？没意见，没意见。傅爷爷，竹子你们全拉走。白拿你的，我苏念青可不占这种便宜。这批竹子按市场10块钱一根，我照付。不仅这批我按10块收，以后你们野猪村后山的所有悬竹我全包了，但前提是你们必须签下这份独家公益协议，以后砍竹子运输的苦力活你们野猪村全包了。敢违约，违约金200万。看不出来，你这空手套白狼恩威并施的毒计，用的比我还溜。这叫商业整合，暴力只能解决一时，利益绑定才能长久。傅支书，刚才打架的时候挺帅的嘛，没看出来你这身肌肉还真不是吃素的。是不是吃素的？你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验。流氓！大小姐，副书记，50个极品悬竹包全部完工，巴黎那边的质检专家已经到镇上了，只要他们一点头，剩下的285万尾款今天就能到账，咱们村要发大财了！不好了，副书记，昨晚暴雨，镇上通往咱们村的唯一一座石桥被山洪冲塌了。什么？桥塌了？巴黎来的那些外国人过不来，而且他们说，如果今天下午5点前见不到货，不仅要取消订单，还要告我们违约，索赔1000万。完了，全完了！这水流的跟绞肉机似的，别说送货了，就是扔头大象下去，连个水花都冒不出来。1000万违约金啊，把咱们全村人拉去卖血也赔不起呀！苏小姐，巴黎不相信眼泪，我们只看契约精神。现在是下午3点，如果在5点前我没有看到那50个悬竹包，我们不仅会立刻撤销合同，还会向国际仲裁庭起诉你们，索赔1000万。你少看不起人！我苏念青说交货就一定会交货。长翅膀是来不及了。但溜索过河，我在部队里玩的比吃饭还熟。周会计，别耗丧了，去把那3个装流的防水保险箱拿粗麻绳给我绑死在背上。使不得啊，副书记，这钢索荒废好几年了，中间早锈穿了，下面可是吃人的深红，万一断了，您这180斤交代了不说，咱们村可就真塌天了呀！傅思豪，你疯了吗？为了这300万连命都不要了，钱没了我们可以再赚，大不了我去坐牢，我不许你去送死！我说过有我在，天塌下来我顶着。1000万的债，我怎么可能让我的女人去背？在这乖乖等着，看我怎么让对岸那群洋鬼子闭嘴。傅思豪，你一定要活着回来！你要是死了，我立刻改嫁给别人，花光你的抚恤金。你想得美，下辈子只能给我端茶倒水。走你！老天爷保佑，各路神仙保佑！副书记要是平安过去，我以后再也不贪村委的墨水钱了。傅思豪，抓紧！给我过去！5点差10分，开箱验货。Oh my god！ 不可思议，这种精度，这种光泽，这是只有上帝之手才能编织出的东方神迹，完美。看到了吗？这就是我们梨花村的实力，赶紧把尾款打过来。苏女士，请接受我最诚挚的歉意，285万尾款我立刻通知总部汇出。我们总裁希望下个月能亲自来华夏与您签订明年的长期战略合作。发财了，咱村发财了！大小姐、副书记，你们就是咱村的活祖宗啊！
娇娇，听说你破产后躲在这穷乡僻壤受苦了，我这个做未婚夫的来接你回家了。只要你一句话，别说300万，3000万我也替你砸了。陆景琛，你出门是不是脑子被迈巴赫的车门夹了？当初我苏家破产，你跑得比狗还快，又跑来这穷山沟里装什么深情霸总？3000万，你就算是拿3个亿砸我，你也只配在这听个响。滚回你的省城去，少在这恶心我！你看看你现在这副满身泥巴的村姑样，哪还有半点苏家千金的体面？只要你点头，我马上派直升机接你过河。至于那个帮你送货的，我给他10万块当跑腿费，够他在乡下盖套房娶姑娘。站住，泥腿子！你敢打我的人！皮埃尔先生，您刚才也看到了，这种满身暴力的乡下人根本不配和你们重工集团合作。陆先生，在我眼里，这位徒手渡过山河送来绝世艺术品的傅先生是真正的英雄，而你只是个毫无契约精神和艺术品味的傲慢小丑。保安，把这个倒胃口的家伙赶远一点。苏念青，你宁愿跟着一个乡下泥腿子吃苦，也不肯跟我回去当少奶奶。好，你们给我等着，这300万你以为你能安稳赚到手吗？省城的商会我陆家说了算，我看你怎么把这破作坊开下去。我们走。副书记平安回来了，大小姐带着300万的尾款收据回来了，咱们梨花村真要盖洋楼了。刚赚了300万，苏大小姐不打算出去办个流水席庆祝，倒急着把我拉进没人的小黑屋。想干嘛？想缝上你这张不知死活的嘴？自己手掌都破了，你刚才在对岸还敢空手去抓那个保镖的甩棍，心疼了？哼，少给自己脸上贴金。我是怕我这非遗合作社的安保队长残废了，以后没人给我当免费打手。哎呀妈呀，非礼勿视！大小姐，副书记真出要命的大事了！刚才镇上土管所来电话，咱们昨天刚和野猪村签下的那片悬竹林后山，突然被市里一家大财团动用关系，强制竞标买下了，不仅毁了咱们的独家供应合同，他们明天就要派挖掘机进山，把整片悬林推平建化工厂。带头的那个开发商正是陆少爷呀！他陆景琛真以为梨花村是他家后花园，我现在就带人去崩山。我看哪台挖掘机的履带敢往山里开半米。副书记，使不得啊，人家手里可是有市里批下来的正规竞标合同。算盘精说的对，暴力抗法正中他的下怀。陆景琛这是想逼我们动手，好把我们一网打尽。对付资本，就要用比资本更毒的手段。听好了，这片山头现在姓陆。陆景琛，我劝你现在立刻让你的挖掘机熄火，否则你即将面临的不仅是陆氏集团股票跌停，还有可能吃上长达10年的牢饭。你是不是在乡下待久了，脑子进水了？这块地的开发权是我花了5000万从市里竞标拿下的，白纸黑字盖着公章。5000万买下地皮，你仔细看看你买的到底是什么？这片悬竹林连着后山的清风和水源地，属于省级2级生态保护红线区。你不仅没有做环评，还敢在这里规划高污染的化工厂？你少拿这些忽悠我！我的手续全都是走的关系，市里早就给我开绿灯了。是吗？15分钟前，我把你建下工厂的计划书发给了省环保厅的督察组和省城所有的主流媒体。陆少爷，陆氏集团贿赂官员，强推省级生态红线建独这个热搜标题，你觉得能让陆氏的市值蒸发几个亿？喂，陆总，挖掘机已经到位了。行，知道了。大家快来看看，有人要破坏我们的悬竹林了！你这个疯女人！我苏念青连破产都不怕，还怕得罪你一个靠着家族作威作福的？现在你的钢铁垃圾，立刻从我的悬竹林滚出去！谁来又怎么样？他们还能让我把竹子收回去不成？给我退！给我停下！怪物，这是个怪物！叶牙杆被他拉变形了！全部停手！陆景琛，你涉嫌非法破坏生态保护红线，立刻让你的施工队熄火，抱头蹲下，接受调查。傅思恒，3年前你在西南边境的任务报告存在部分细节需要重新核实，请你配合我们回省城说明情况。什么法庭？苏小姐，请您让开，这是最高级别的机密审查。3年前在西南边境执行任务时，涉嫌抗命并导致重大伤亡，我们只是奉命将他移交法庭，任何阻碍执法的人都将以妨碍军务罪论处。3年了，该来的总会来，我跟你们走。我不准！朴律师，
我是苏念青，我不管你现在是在开跨国会议还是在睡觉，我刚才往你的律师所对公账户里打进了300万的现金，我要你立刻马上组建全国最顶级的军法辩护团队，包专机飞到梨花村。好，我知道了。 300万啊，那是咱们盖厂房、修马路、娶媳妇儿的命根子啊！大小姐，你拿去打水漂了，我的心脏啊，我不活了！苏小姐，你这是在白费力气。秦队长，这份1000万级跨国订单下个月就要交付，根据相关规定，涉案关键企业的负责人可以在律师到场后配合调查，请给我2个小时，可以吗？苏小姐，这个要求合理，我们等你。 你少自作多情，我是怕你死了，没人帮我挡挖掘机。300万算什么？你在我心里是无价的。苏念青，你怎么这么傻？好一个有情有义、胆识过人的丫头，林长空生了个好女儿啊！老首长。 臭小子，3年了，委屈你了。你们到底抓不抓人？我告诉你们，我的律师已经在天上了。丫头，心放肚子里，这300万的律师费你省下了。我们今天来不是来抓这小子的，是来请他出山的。不抓了！哎呦，我的老天爷，我的300万保住了！老首长，您早说呀，吓得我这把老骨头差点交代在这儿。出山？3年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3年前，傅思恒是我们西南猎鹰特战队的最强兵王。在一次围剿跨境走私毒枭的任务中，情报泄露，小队陷入重围。傅思恒为了掩护战友撤退，违抗了上级原地待命的死命令，孤身一人冲进敌营，炸毁了毒贩的军火库。虽然救出了战友，但也因为抗命被暂时革职审查。这3年来，军方一直没有放弃暗中调查，直到上个月，我们终于掌握了确凿证据。 当初泄露情报、暗中为毒枭洗钱的国内保护伞，正是省城陆家。而陆景琛今天之所以不惜一切代价要推平这片悬竹林，根本不是为了建什么化工厂。悬竹林下面有东西。没错，根据我们最新截获的情报，这片悬竹林深处的溶洞里，藏着陆家替境外毒枭洗钱的地下金库和走私通道。苏丫头，你今天发送给我们的那封举报信，可以说是歪打正着。 帮了我们一个天大的忙。傅思航同志，上级专案组正式下达指令，撤销对你的相关处置，恢复你的执勤身份。先任命你为此次清湖行动特别编外指导员，配合队伍全面接管悬竹林，彻底清剿盘踞此地的残余势力。你可愿领命？若有战，召必回，定不负嘱托，保证圆满完成此次任务。 太厉害了！没想到咱们的村支书竟然深藏不露。 苏小姐，你这可是捡到宝藏了！领命归领命，傅思恒，你现在可是我的人，抓坏蛋可以，敢受一点伤，我非把你那300万的律师费从你工资里扣出来不可。哎呦喂，非礼勿视！遵命，我的厂长大人。等我端了陆家的金库，就用他们洗钱的赃车，给你拉一整车的玫瑰花回来求婚。 探测仪显示，地下有微弱热源，陆家雇佣的黑手很可能就潜伏在金矿附近。下面的地形太复杂，我们的重火力施展不开。本小姐已经准备好了，跟你一起下去，随时可以出发。苏念青，你疯了是不是？下面是实打实的亡命徒，立刻给我滚回村委大院去！陆景琛的地下金库用的是瑞士银行级别的3维动态，一旦强行爆破，里面的自毁装置就会烧毁所有账本和转账硬盘。 那些证据是彻底定死陆家的关键，没了我这个天才大脑现场破解，你们就算把这溶洞拆了也是白搭。跟紧我，一步都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傅书记，大小姐非要拉着我下来给她当拎包小弟，我上有80岁老母，下有虽然没老婆，但我还没活够啊！孙半京，你走最后，有情况直接趴下。傅思航，这里面阴森森的，陆景琛那个变态居然把金库建在这种鬼地方。 别怕，有我在。傅书记，我好像踩到什么机关了。隐蔽！
是半所报警器。你们来的太慢了。陆景琛那个废物虽然栽了，但这金库里的3亿现金和账本，我今天全要带走。年年，不用怕，我现在就教教这群人，在这片土地上，到底谁说了算。1号解除武装，2号控制。我要让你们什么都得不到！第一，警告：金库自毁程序已启动。把密码交出来！没用的，金库的门我已经锁死了，密码是随机变动的，没有我，抢算3分钟后就会销毁里面的核心硬盘，你们拿不到证据的。销毁账本，那陆家之前贪的钱不就追不回来了吗？我的老天爷，那得买多少台拖拉机呀！瑞士银行的3维动态密钥。本小姐在华尔街玩金融模型的时候，这套系统的制作者还在穿开裆裤呢。大言不惭，就算你懂代码，没有超级计算机的算力，2分钟你连第1层防火墙都突破不了。这种落后的防御系统，给我2分钟。120秒，100秒，80秒，60秒，50秒。哎呦喂，大小姐，屏幕上的红光越来越快了啊！搞定，自毁程序终止。找到了，全在这儿了。这下这帮王八蛋一个也跑不了了。副助说，陆家洗钱的铁证全在这里了。丑爆了，苏大小姐，明天跟我去趟镇上。我虽然买不起几千万的豪车，但9块钱的结婚证我买得起，嫁不嫁？想得美！不过看在你今天帮我挡子弹的份上，本小姐勉强给你个终身打工的机会。念念，这是我的荣幸。那我们先出去吧。哎呦喂，我这把老骨头今天算是交代了，回去必须得算工伤。哎，好小子，干得漂亮！这是陆家洗钱的核心证据，有了这个，陆家一个都跑不了。丫头，这次多亏了你，等案子结了，我请你和傅思恒去省城，我亲自给你们庆功。我就先走了，还有很多事情等着我回去处理，你们也早点回去。好。走吧，回村，明天还有很多事要忙。傅思恒，你说陆家倒了之后，我们的合作社是不是就能安心发展了？只要我在，没人能动梨花村一根竹子。这个经纬度不对，重来。大小姐，副书记，天大的好消息！巴黎那边来电话了，说我们的悬珠包在米兰时装周上引爆全场，那些贵妇疯抢，他们追加了300个订单，而且愿意预付50%的定金，300万美金，是美金啊！300个订单，光靠现在的规模不够，我们得扩建，把村西头那片废弃的晒谷场也改建成车间，再招100个村民培训。你说了算，梨花村的账上现在有钱，你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傅思恒，你搞什么鬼？一大早把我拖出来。我说过要给你拉一车玫瑰花。苏念青，嫁给我，这辈子我护你周全，下辈子我还来找你。9块钱的红本本就想打发我？不过看在这一车玫瑰的份上，本小姐勉强答应了。谢谢你。谢什么？谢谢你当初没把我从推土机前赶走。恭喜副书记，恭喜苏厂长，你们俩简直就是梨花村的绝配，大喜事儿啊！咱们梨花村好久没这么热闹了，我提议今晚办流水席，全村人一起庆祝。今晚的酒水从合作社账上出，不醉不归。明天我就要结婚了，您放心，
傅思恒对我很好，梨花村的合作社也办起来了。您教我的那些东西，我一样都没忘。苏家没倒。念青，我是思恒。我就知道你会在这儿。吃吧，明天当新娘子可不能饿着。林叔，我叫傅思恒，明天我会娶您的女儿。我向您保证，这辈子我不会让她受半点委屈。梨花村的合作社，我会陪她一起守下去。您在天上就放心吧。各位乡亲，今天咱们梨花村双喜临门，副书记和苏厂长喜结连理，大家都吃好喝好，不醉不归。副书记看呆了。副书记，我们家大小姐可就交给你了，你要敢欺负她，我算盘砸你。新郎可以亲吻新娘了。傅思恒、苏念青，我来讨杯喜酒喝。这是军区给你们的新婚贺礼，傅思恒的立功勋章和恢复名誉的正式文件。苏女士，这是我们总裁送给您的新婚礼物，明年全球独家代理合同。唐师傅，没有您的那把刀，就没有合作社的今天。这杯酒，我敬你。好，好。傅思恒，你说爷爷能看到今天的梨花村吗？一定能。那我们要把合作社办得更好，让梨花村成为全省、全国、全世界的非遗之乡。各位游客，欢迎来到梨花村，这里就是全世界闻名的金丝回纹悬竹编的故乡。他们说这是他们见过最精美的东方手工艺品。悬竹dinière, on roule des anciens que sacrés œufs de fignon cambrien. 还在忙？周万金那个算盘算错了一笔账，那家伙的算盘该换了。你看看这个。你怀孕了，我要当爸爸了。傅思恒，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吗？记得，你为了砍一根竹子，差点被野猪吃了。你还说，那时候你就在旁边看戏。你看，这些痕迹还在。苏念青，你知道吗？从那天你一边哭一边砍竹子的那刻起，我就认定你了。我见过太多娇生惯养的大小姐，但你不一样，你骨子里有一股劲儿，这股劲儿让我想用一辈子去保护。感谢各位远道而来，梨花村非遗合作社将把金丝回纹悬竹编带给全世界。乡亲们，咱们梨花村终于出头了，全世界的订单，全世界呀！